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吗？我愿意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。你曾经欠我一条命，如今还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你是繁华人海一场落花中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说过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。只是牵妻而深，无法了断。金盆美酒烟火，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黯淡再开人厮守。严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唐昭，唐昭！
神器地址。野兰山灵气汇聚，拥有疗愈万物的温泉水。原来温泉水下面便是神器地址。颜淡，颜淡，你的汉淡之心连接七情六欲，灵根仙识。你若把整心弯下，你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再也修不出人身了。姐姐。兰桂君，是你？
本君先好清离应渊帝君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六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六界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已装不下其他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修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当我跳下了无桥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都应战与苍生同悲，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山人的美。月悬天涯为惆怅客，大道一曲悲欢离合。爱与苍生有何取舍？可否只分善与恶？明明刺过沧海就一杯，如是的悲心忘流离颠沛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位，都应战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依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为。浊尘负慈悲，我梦中的那个人，一直就是你。应渊君，久违了。左右情人的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
像沉香如屑啊。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情了。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燕丹，我带你走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没用的。把一整块沉香放进去，只需要一点点火焰，便可以燃烧起来，在烧成细屑前都不会停下。可等到沉香如屑，用多大的火热子再烧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如同这沉香，已经烧成了细屑，再没有任何的火光，再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应元，我不爱你了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从此这世间执迷于遗忘，再无凡人堂中，只有青离帝君应元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主思你走吧，遗忘岁月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偏偏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嫣红。燕丹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燕丹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燕丹，帝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绝不能看着他身消命陨，我要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他2次为你承受剜心之痛，皆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的心意吗？我与燕丹同为四爷邯郸，邻根相连，我有办法救他。帝君，你莫要冲动，
留着仙体，方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没事吧？谢谢神。快走！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快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知悉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噬心元散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丹，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知悉，会永远保护颜丹，再不食言。颜丹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7日未到，你为何提前回来了？我见应渊受伤过重，担心他在期限之前死了，伤及你身，便施法探灵。却没想到，在他的额间竟生有修罗图腾。此事我早已知晓。你竟命我诛杀同族，
同族？你以为他与你同生修罗图腾便是同族？他早已被天地驯化，成为了仙神一党。但凡看到修罗族人，必定会狠绝除之。别忘了，当年的创世之战，应渊可是累累战功，此人只会影响我们计划，断不能留。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吧。恭迎清理应渊帝君归位。你回来了，帝尊。东极清离帝君应渊罹难而归，幸未殒命，吾心甚慰。此乃三界福祉，广降星辰，敲天钟，暂朝3日，众仙同庆。帝尊洪恩，帝君洪福。先前，吾得知你陨身凡界，一度痛楚悔恨。如今见你平安归来，吾总算是安心了。只是帝君，吾记得当日在九重天明明出现了白日流星之景，却为帝君陨逝才会显出的奇象。现如今，你毫发无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明为救下我，私用法器，篡改纪事，此乃天界重罪，若是被人知晓，恐遭责罚。回禀帝尊，白日流星是我刻意所画，在凡界遭受袭击，仙衣破损，因为担心此人重返追杀，只好借假死之相隐匿行踪。竟然有人敢对你下手！不仅如此，我下界彻查仙魔大战，本该携带仙衣，却被别人动了手脚。如今这么看，削我仙衣和袭击我之人，定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能够消除你的仙意，还知道你下凡的身份，前去奇袭，应该是天界的上仙。你与他交过手，能回忆起他是谁吗？此人仙力雄厚，使用的天界仙法招式非常的冷僻，只是我看不出任何门路。而且那个人，他会魔界的不传之谜——傀儡术。傀儡术？难道说是魔族隐藏在我天界的奸细，并未铲除干净？上一次仙魔大战来算，应该有900年了，想必已成大祸。帝尊息怒，我与他几番交手，留有线索。既然已经回来，我定会查出此人，查明真相。对了，你的仙衣破损，这对于罹难的凡人之躯而言是灭顶之灾，凶险万分。若没有人为你调理仙力，你必当仙灵破损而亡。凡界可有人相助于你啊？助你之人，按天条当拔升仙级，赏1000年修为。之前只惜他下凡之后为你开了这条通天之路，让你回来，吾必会加赏。如有人助你，你可一并报来。眼下贼宁未除，封赏之事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反为他们惹下祸端。而且那些人不在乎天界殊荣，只愿自由自在。哦，是何人如此洒脱呀？是窒息的胞妹，颜淡以半颗汉淡之心，
才令我历过死难。严旦，之前在瑶池盛宴上上演折子戏那个严旦，后来跳下了吴桥，你宁可碎了仙灵，也不愿忘记他的严旦吗？他如此钟情于你，那你从始至终亦对他情深至切。从前是我不愿承认，可是如今我只想直面本心。应渊，应渊，你糊涂啊！虽然现在天界禁律稍有缓解，但是天条守戒仍是不容有情。帝尊，我有愧于他，此次返回天界，为的是尽帝君应负之责。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，我只愿削籍下凡，只做唐州。这万年的修为，天界帝君的尊荣，你都不要了吗？我已经在这3界做了万年的清离帝君，无喜无忧，无爱无惧。余生，我只愿为自己活一次。纵然一世之缘，终不可挽回。还望帝尊成全。帝尊，我因取走帝旨，致使野兰山山崩地裂，众妖家园尽毁，还望帝尊不恩，还野兰山往日之情。野兰山本便是穷山恶水，只因帝旨一落，才化为宝地。如今物归原主，一切如旧，这是合情合理。吾如果出手干涉，那便是违背天道。可是好了，你不用再说，万事万物抵不上你的仙命。即便你是铁了心要削籍下凡，也得等身子将养好。吾会派人继续调查之前大战之事，你不用再管了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帝尊亲刻，甚是珍贵，千万别磕碰了。诸位仙将为何在此啊？这碑……哦，帝君下凡历难，故而不知。此乃宋英碑，盖因仙魔大战后，天界仙神凋零，帝尊深为感怀，以碑文记下此生功绩。前阵子，碑上镶嵌的宝石差强人意，我等奉命前来更换。此碑极好人力物力，是哪位仙君提议的？并非仙君提议，乃是帝尊亲自提出。帝尊向来不喜铺张，行事从简，也并非好大喜功之人，怎会为自己树碑立传？吾乃天地之尊，灵之所长，修心救世，是为帝责。为何？帝君，小仙挂念多日，不知帝君可否安好？很好。陆明，参见帝君。你在这儿呢？帝尊让你去寻一宗卷轴，
我可是打扰你们叙话了。无碍。帝君下界数年，想念瑶池花节，只是在向我询问近日花期。帝君，5日之后会有天狗10月天象，瑶池夜旦昙花，美不胜收。帝君刚历难而归，正宜赏花静心。好，那小仙先去当差了，告辞。天狗10月，夜旦昙花，狗蛋。陆明画中有话：真正相约之地，乃地衙的茅屋。昔日落难，他能及时赶到，如今又急忙约见，必是察觉到了暗害之人的蛛丝马迹。5日之后，亦是严旦的生辰。严旦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周，他从未将我们认错。在天界时，帝尊曾命我与帝君绑缚断情线，来试探我们是否相恋。红线相连，旋即断裂。从那时我便知晓，在他心中从未迷失过。后来他以身犯戒，为了救你，甘愿受刑罚。帝尊想要抹去他对你的记忆，他宁愿自碎仙灵，也不愿相忘。你跳桥后，他便再不与人对弈，离开了延续天宫，日夜守在地衙茅屋中，以繁重的天雾麻痹自己，来缓解失去你的痛苦。你们之间并非痴心错付，只是因缘际会，终难相守。若你能够醒来，也许你们……怎么了？天现穹光，乃天庭诏令，我该回去了。帝君归位，诸事待办。你身为妙法阁掌事，若迟迟不回，恐遭人劫难。可严旦，我来照料。好，等我料理完天界之事，再下来看望。先前应渊受伤，乃天界人所为，其中疑点重重，阴谋待解。此次返回天界，请务必小心。如果有任何发现，还请随时告知。妙法阁掌事芷溪拜见帝尊，芷溪奉命前往夜兰山收取神器，意外寻得应渊帝君。帝君危难，事态紧急，芷溪为帮助帝君归位，耽误了归宫时间，还请帝尊责罚。你找回了神器，又赢回了帝君，立下大功了，吾为何要罚你啊？姻缘君对吾说了，芷溪仙子聪慧过人，胆识有加，赐妙法阁圣勋之印，复1000年修为，官升3等，晋升仙阶。谢帝尊恩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应元君对吾说，令妹严旦在凡界对他剜心相救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应元君还说，他对令妹
可是情深意切，你可知晓？帝尊这般问，难道是要惩罚严旦，勾引帝君？回帝尊，帝君已然归位，严旦却为妖神，二人身份悬殊，难以相见。且严旦早已言明，他不愿再与帝君有任何瓜葛，此情无处安放，终将夭折，不染帝君之心。那令妹的心思可有回转的可能啊？帝尊的意思是，令妹对应渊剜心相救，而应渊呢，对令妹又是情根深重。如若他肯放下仙身下凡的话，那他跟令妹当是人人羡煞的眷侣了。帝君，严旦醒了吗？严旦虽没苏醒，但却已无大碍。余墨会尽心相守，请帝君放心。我还没有谢过你。严旦如此，那都是因为我。你舍命相救的那份恩情，我定会报答。帝君，你能为了和严旦厮守，舍下仙身吗？他现下安好。我也该回去好好查案了。希望帝君可以早日揭开真相，惩奸除恶，还九重天太平。先别乱动啊！哎，子言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桃树是我种的，我日日给它浇水，盼它早日开花，结出桃子。可是现在山径塌了，它也断了。哎，子言，我有个办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呀，全山境只有严旦姐姐一个人的房间尚未摧毁，这是因为山主大人用他的九气之力罩住了严旦姐姐的房间。为了让严旦姐姐早日醒来，山主大人还在里面没日没夜的给她输送灵力。这意味着严旦姐姐房间窗台底下此刻灵力汇聚，十分利于草木重生。我们把她带到那边种去。好啊，走吧。野兰山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帝君，这几日的凡界传信都在这里了。本君自己查阅便可，你下去吧。我们天信观地处偏僻，分外阴寒，常年以法器火晶取暖，我已给您准备了一支。你的身份不宜在天界现身，还不速速隐去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，那你为何没来问我，在凡界时你和严旦的过往？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，便猜出了你隐瞒的原因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多问？哎呀，我和天界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可不同啊！我是担心你重蹈我旧主人的覆辙。
不过如今看，那个小花精的确对你是情深意重。行了，你们的婚事呢，我同意了。你要是想违抗天规，我随时帮你。没有风泉谷的信，果然是被劫了。火精乃天火淬炼而成，坚硬难碎，怎会突生裂痕？司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太幽，帝君，没伤着你吧？巡守天兵向我汇报天信观走水，我便立马赶来了。南边火势甚重，我去那边搭救。帝君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太幽宫离此处甚远，他为何来得这般快？天信观的各处我已经勘察完毕，并没有发现可疑术法的痕迹。也许是火精久未更换，使用多年，暗藏隐患。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幸亏你我二人及时赶到，将火扑灭。天信观的焚损并不严重，只是烧毁了一些书信。感谢应元君相助，使我免受失职之罚。星君不必多礼。7日未至，他手中却并无黑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号称练兵100年，实则连火都防不住的天界仙兵太幽草帮星君大总管吗？前仙兵总管火德元帅。还是如此威风啊！应元君，我还需要向帝尊复命，先告辞。正好，你且去问问帝尊，本帅当年当仙兵总管时，天界可曾烧过1块布，丢过1根草啊？元帅，太幽当年当真这般勤勉，100年练兵，从未休息吗？可不是嘛！美其名曰练兵为重，日日在兵场从早睡到晚，下界看巡这种苦差啊，都交给别人去做。我还以为能练出什么奇兵呢，果然是表面功夫，绣花枕头，草包一个。看来去过凡间的那位神秘人不是他，又或者太幽亦不过为人走狗，那此事可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多了。当年应元君把兵书送给本帅，只求本帅布好这个房间，救下那个无赖的小仙士。可是本帅没能办成，本帅一直是心中有愧，但又不知道向谁弥补啊，只能是一直留着这个房间了。唉，这些年，天界的众位仙家以为你早已陨世。那太幽小人是想尽了各种法子，想从本帅这里骗走那本兵书，门儿都没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兵书也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
太幽素日带兵，只知以蛮力和法器取胜，何时竟会排兵布阵之法？谁知他打什么主意呀？当年不过魔族几剑，就吓得破了胆。此等小人，怎能领阵带兵啊？当年仙魔大战，帝尊也曾向我诉过苦，说太幽油滑自保，绝对不能委以重任。可现如今，顶替了本帅的位置啊！不对，帝尊向来言行合一，若是下过此论断，他又怎会让太幽担任军职呢？帝尊变了，天界变了，这天界已不是本帅熟悉的九重天了，一切全都变了。北冥仙君在战中被杀，帝尊在大战后撤改天界律法，我也是为查此事下凡，旋即遭袭，桩桩件件皆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这大战定有问题。老元帅，你可告知我下凡历难期间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月空术，此法只有瞬时穿移所需，难道？子期，你为何要使用月空术？难道你还是要走吗？原来你这样想啊！既然当初选择了与你成亲，我便不会悄悄离开，除非和你一起啊。这是我为颜旦生辰准备的贺礼，他喜欢四处游玩，我便在这画上施展月空术，方便他畅游人间。只是我身体刚刚恢复，这月空术又颇为耗精气，我是怕你担心我嘛，所以只能偷偷勾画。对不起，子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但我的确不想看到你受累。你若想送此礼，这样，回宫之后，我来帮你完成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夫君了。哦，对了，于墨刚刚来信，邀请我们去耶兰山，但是我想着你身体还未康复，于是我便回信说，等过些日子你身体好些了，我们再启程。不过这个礼物，我可以先派人送过去。难道于墨还是起疑，这傀儡术是我交给天界同僚的？我相信一定不是你。就算于墨他有所误会，等过几日我们去了耶兰山，给他解释清楚即可。此处阴凉，不宜久待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子期，请原谅我，我们分离了1000年之久，我如今最怕的，便是再次失去你。应元离开之时，我已经将风玄谷传信之事告知于他。他是帝君，此事一旦开始探查，很快便会有结果的。在九重天上，有众多神异，窒息的伤势必会无碍。他们两个在天界能够彼此照拂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应渊原本不愿离去，只是天界诸事待办，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走的。现如今，你的身体已经无恙，还是告知于他吧。想必他一定会非常惦念。唐周已死，应渊跟我恩怨两清，我们从此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在凡界做一只简单快乐的莲花精。你慢点，慢点，等会儿我。
延兰山众妖以族划分，疏于往来，也不外授自家术法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吧。山境虽然出了事，但各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了。想当年，我与裘西在温泉旁大战，我就一招风卷残云，再接一招金刚不坏，立马就把他打趴在地上了。厉害！你看，又在吹牛了。哪个龟孙子敢砸我啊？严大，严大，信不信我让你？怎么样？让你聊聊当年的勇士啊？严大，你醒了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亏了你的清玄伞，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我的龟壳保住了。我强行取出地址，令大家家园尽毁，可你们还这般关心我，我实在……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严大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家园，家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。只要我们都平安团圆，即使天崩地裂也无所畏惧。对，严丹姐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爹说了，真正的男子汉就要风餐雨露，不能太挑剔，这样露天生活正好锻炼腰力。何况一座山而已，只要你愿意嫁来我们狐族，我再给你盖10座。这个小坠子是用我的狐狸毛制成的，就当是聘礼了。真的？小紫妍，这可真漂亮啊！我的聘礼。哎，子妍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接着去吹牛吧。走，走啦。细查练兵册与职业记录，那夜太幽本不该在天信观附近当值，救火之事绝非偶然。如火德所言，太幽并无带兵之才。我下界数年，天界人员调动毫无章法，诸事定判也与往日不同。仙兵总管此职，可遏天界烟火，帝尊怎会出尔反尔？必是那神秘人帮他登上此位。帝君，天一们到了。有话直说，莫要拖延。帝尊亲诏，务必通体遍查帝君仙身。若帝君有何处不适，或有隐疾未除，帝尊便要革了我们的仙职啊！是啊，我等好不容易寻到帝君，实得珍惜机会，仔细诊治啊。本君仙灵稳固，周身康健，有何可查？帝君您就别嘴硬了，您灵神郁结，脉象不稳，心火过盛啊。你们回去吧，此症在心，你们医不了。帝君为了苍生，千万要保重仙身，不可讳疾忌医呀。我们奉帝尊旨意，无论帝君是心病还是伤病，不让我们治一治，怎么知道治不好呢？是啊，帝君，让我们试试才知道。对，是啊。天意这般跟随纠缠，如何查案？得寻个鲜有人知、可逆踪迹的去处。有人来访，竟如此不巧。严丹的事不能告知外人，还是下次再见他吧。
你试试。邯郸灵力有疗愈之效，你现在伤好了，以后可以安心重建家园了。谢谢严旦姐姐，大家都说你妙手回春，没想到真这么神奇啊！严旦，咱们不是约好了晚上去摘芸豆吃吗？你忘了？快走吧。那严旦你……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去采一点花种，争取明日将我们山境东面的花海恢复如初。啊，那我们走了。走。一子半之差，百子生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旋新崖。回旋新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做到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棋局终了，下棋之人易散。如今，白子归白子，黑子归黑子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物，都会有它的归宿吧。燕丹，我们两度分离，7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，也都枯萎了。帝君既然找
这是那盏最名贵的琥珀灯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啊，这是琥珀灯？对，这么巧的吗？不怕，我把它修好。你还来这做什么？严兰山不欢迎你。子言，你别冲动，他毕竟还救过你姐姐呢。坏人本来就是他引来的，他还毁了我们的家，害严丹姐姐受伤。山主大人和严丹姐姐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的妖法精进了，既然学会打人了，怎么，日后是不是要同我较量一番呢？严兰山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，全凭应渊帝君的地旨庇佑。现如今，他只是取回了自己的宝物，我们也无权责怪，对吗？快回去吧，戏台上还需要这盏灯呢。走吧，子言。青离帝君大驾光临严兰山，所谓何事？为何对我如此生分？昔日的唐州，与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，现如今，你已经是应渊帝君，与我妖族形同陌路，此地便与你无任何关系。九重天寥落凄清，我不想久留。我心中的美好回忆，皆在此处。书信已至，天界已知帝君遭遇奇袭，定会派人护你左右，何来凄清可言？我没有找到结信之人，在天心观暗中查探之时，观中离奇失火，书信被焚毁，线索就已经断了。此人好生大胆，既知你已回天归位，还敢来犯？我本有怀疑的目标，可在验证之后，却发现他手上并没有黑斑。如果他不是主谋的话，云某，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。眼下天界阴谋待解，你应该悉心处理。缘何又到我严兰山来？今日是他的生辰，在天界时，他曾经费尽心思为我庆生，所以理应来还他一声祝贺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。只惜一切安好，还因护主有功，升了仙界。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你为我照顾芷溪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你我如今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你走吧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当初在天上，你为我轻声驻守，如今是你的生辰，我也不会缺席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天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
我知道你曾将沉香炉送去焚毁，可是有些缘分，天意难觅。你说沉香如洗，火光西爱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？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如今连余温都不剩。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，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应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你懂不懂？即便出现裂痕，我也会拼力相护。当初在天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心愿便是三界平安。可如今，三界暗潮涌动，随时可遭灭顶之灾。你此刻不能袖手旁观，若真的大难将至，你我都会后悔终生的。燕丹，那你告诉我，成全了三界，谁又来成全你？当年，我不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，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，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地址竟然在这儿，我们务必得先一步取走地址。若让应渊得了此物，稳住了先例，可就不好了。是我大意，不然不会令应渊活到今日。你知道就好。地址物如其名，可令山崩止，也可令良田毁。且不说此物向来不露痕迹，难以寻觅，便是他们真找着了，要取出此物，这么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，便要化为废墟，他的朋友们怎会允许？是啊，地址不可强取，否则应渊为夺地址当场爆体而死，只会牵连于我。不过我这同命咒还有几日才能消除？令江，你即刻下凡，待到7日之期一至便动手。我们忍辱负重这么多年谋定下的局面，若这次还有万一，杀不了应渊，我愿自觉谢罪。那地址由谁去取？如今凡界知晓应渊未死之人太多，那些人虽不足为惧，但真若闹起来，恐怕也会惹我们一身腥。不急，他的命门在我手里。有一人最在意仙阶荣耀，一心想光耀门楣，是该给他一个机会了。四海祥和，三界相荣，皆赖竹青。今日退朝吧。启奏帝尊，
太幽尚有一事禀报。太幽门下弟子在下凡巡查之时，发现昔日应渊帝君所用神器地旨，如今落入妖族驻地野兰山境之中。太幽深恐地旨为野兰山妖孽所用，恳请天帝着人寻回。太幽星君这番话听着真是刺耳。我听闻这些年来野兰山境众妖治理颇好，与凡人两不相犯，怎么在你嘴里却成了邪祟乱党，意图不轨？地旨本是在仙魔之战中遗落，如若强行取出，极易山崩地裂，于凡界民生恐是大难。芷溪，你是妙法阁掌事，按律，所有法器的保管修缮皆在你处，你有何见解？地旨为上古神器，那天界便理应收回。月瑶仙君的顾虑也确实有理，好在妙法阁昔日便研习过如何收取大型法器，只需可结阵收器，在不过度损坏野兰山山貌的前提下，将地旨取回。好，果然兰心蕙质，身体无异，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吧，务必要将地旨完好取回。看到地旨，亦可稍解吾痛失应渊的苦楚啊！芷溪必定不辱使命。芷溪啊，师兄，有件事阴牵连甚大，说了怕是要受连累，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如今在野兰山境中，陆明，你怎么在这闲聊呢？刚刚还看司慕四处找你，许是帝尊要你服侍呢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星君故意遣走陆明，可是有什么话要指点？芷溪仙子统领妙法阁有方，又是帝尊跟前的红人，指点二字如何说的？取神器之事是一件颇有荣耀的美差，这是帝尊对你的器重啊。我猜地旨取回之后，芷溪仙子的仙阶便要再往上抬抬了。只是这美差之下，细思却有一层隐患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星君有言直说便是。芷溪仙子昔日有剖心救主的佳话，可这天界一度传得沸沸扬扬。传言这救命之恩是因芷溪仙子动了情。青离帝君已然仙逝，星君此言未免有诋毁之嫌。应渊君心中唯有天下，我对他只有钦佩和仰慕之情。当年帝尊早已用断情线证明清白了。可这断情线只能断两情相悦，却断不了单相思。你，我的话或许不中听，可句句都是为了仙子考量。传闻野兰山中多有蛊惑人心的妖魅，万一蛊惑了你的心神，这地旨没取好，传到天界，定会编排仙子是阴晴乱质，帝尊必会发怒。神仙不得有情，我自然是知道。芷溪所行所为，皆为解帝尊之忧，全妙法阁掌事之职，绝无半点私心，也绝不会给他人编排污蔑的机会。还是芷溪仙子最求上进，不然也不会如此年轻便担任高阶要职。昔日仙子为了仙阶，连亲妹妹都能大义灭亲，愿这次也能分清轻重，做出取舍，莫让这些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呢。不行，
一眼无法进入体内。若是知道主持婚事会让唐公子病症加剧，我们绝不会强人所难的。是我和子琳过于心急了。他线下药也灌不进去，灵力也输入不了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如今，仙力已经溢出躯体了，用不了1日，他便要仙力爆体而死。让我用太素经试试吧。不可，他现如今仙力蛮横，这样下去，我不怕伤了你。受伤。唐州如今经脉闭塞，你用太素经也是无用啊。那个神明人一掌便封了他所有经脉，太素经里有9981式，我不相信这些招式救不了他。颜淡，不必拦我，我心已决。颜淡，颜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了。颜淡，颜淡，你这样救不了他，反而会自残。颜淡，不要伤害自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请你们让我救救他，请你们让我试一试，可以吗？颜淡，于墨，你让颜淡再试一次，如果还是不行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啊。住手！我想再试试。颜淡，颜淡，不能再让他疯下去了，赶快把唐舟送到温泉，温泉可以修复他的灵力，免得他的身体被灼伤。好。好。果真在此。知悉啊，有件事您牵连甚大，说了怕是要受连累，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如今这野兰山境中，难道这山境中，当真有什么古怪？一定要探查究竟。应元君，他没有死。为何他的仙衣竟是破损的？这仙力冲撞，绝非肉体凡胎可以承受。如若仙身被仙灵炸开，元神也必要灰飞烟灭。枯石掌，
好歹毒的手段，眼下只能先敷上净魄膏，让他体内的仙力稳定些许。之前太优对我说的那番话，可是早知应元君在此，不欲我出手相救，我是否破坏了丽难？应元君又为何在妖族之地？若我先带他归天，会否落人口舌，反误了他的清誉？颜淡，怎么会有天际的星辰？难道是……芷溪，姐姐。芷溪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芷溪，你曾经说过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永远不离开颜淡。你食言了一次，还要再食言第二次吗？你说过，永远不会原谅我。如今，我又有何颜面来面对你？若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为何我刚刚要摔倒之时，你怕我受伤，要出手相救呢？我害你仙命折损，沦落凡界，如今便是搭救万死，也不能赎清往日罪过。我不配站在你面前，也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别哭了，丑死了，小黄猫似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无论师父怎么责罚你，那些仙官如何嘲笑你、污蔑你，你从没哭过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姐姐是四叶汉淡一族最优秀的仙官。怎么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，反而哭起来了呢？我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，仙阶仙职，仙家的钦佩，天地的信任。可我才发现，得到了这一切，没有你在身边，这一切便毫无意义。你跳桥之日，我全当自己也死去了一半。往后余生，我活着便不再是为了自己，只为忍辱负重，苦心修炼，将你所受的痛苦100倍还给应灯。恶有恶报，他的报应已至，也该轮到我了。我不杀博人，博人却因我而死。当日你万念俱灰的跳桥，终是因我一念之差导致。此为断慧笔，扎至伤入神髓，痛彻100年。若能减缓你心中的一丝憎恨，无论怎样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
当真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把星星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芷心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你千年苦心修行，而我千年只懂得贪玩享乐。我所有不想做的差事，姐姐你都帮我做了。我犯错时，你帮我打掩护，帮我承担，帮我扛了责任。你把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都留给了我。那个时候你都没有不要我这个妹妹。如今姐姐只是犯了一点错误，我怎么可能会撇下你呢？当年下雨之时，我怨你是真的，可这些年来，我想你也是真的。我在凡间遇到了银灯，我亲手把他杀掉了，我厉害吗？这样一想，当年的仇你也替我报了。凡劫数载，我经历了颇多，我也明白了你当时的心魔。往日的种种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姐姐，我们四叶汉旦一族，灵根相连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姐姐，元旦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元旦，你居然能在凡界和应渊君再度相遇，此等缘分，实属难得。姐姐，如今你是妙法阁掌事，一定见多识广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寻回地质神器吗？你要找神器地址？难道是为了救帝君？明明20年前，天界已公示他罹难而亡，为何方才我却在温泉畔见到了他？仙衣破损，还中了枯石掌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知道为什么。天界有人不想让他回去。难道是太幽星君？如今他已经丧失仙界记忆，修为全散，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而现在中了枯石掌，仙力涌动，再难平息。若是没有神器地址稳住仙灵，恐怕不出几日，便会不明不白死在人间。可天界早有律律，任何人不得干涉仙神罹难。而我此次下凡的任务，正是要取走神器地址。依天规章程，我理应先把地址带回天，上禀帝君受伤一事，再下凡搭救。他如今命在旦夕，已经等不及天规章程。况且行凶之人尚在天界，若是地址回到天庭，他必死无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想因此犯戒，这样，你告诉我如何做，我来动手，我不会牵连你的仙阶的。仙阶还能比你重要吗？颜淡，
只是我告诉你也无用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唯有在保全仙灵的前提下，劫难全渡，才能归位。如今帝君仙衣破损，若无神器修补，定撑不到渡劫完毕。可寻找神器地址，需在山境布阵，逐一勘察，至少需要12时辰。眼下帝君的身体撑不到那时候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让帝君先死一次。帝君如今还剩最后一难，便是死难，而神器隶属帝君。神器天性护主，主人命在旦夕，神器若在10里之内，便会有所感应，回到主人身边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唐州将死，神器地址便会归来，库氏掌印便可破解。到时，历难完毕的同时，可以恢复仙阶归位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如今，帝君仙灵眼看便要爆裂，肉身一旦损伤，仙灵必将不保。到时候，纵然我们找到了神器地址，他也会魂飞魄散，一切便毫无意义啊！我不会让他肉身破损的。你想怎么做？是用你的半颗汉淡之心救他吗？万万不可！天界有100位仙君，千命天衣，他们一定会想出万全之策救下帝君。你何苦牺牲自己？姐姐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他屡次被害，便是天界之人所为。此事还未调查清楚，天界之人不能插手。你不可以告诉天界的任何一个人。你可曾想过自己？若再弯心，你必定会元神俱散，性命不保。他是为了救我和我的朋友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半颗心，是我欠他的。若帝君康复归位，你们的关系将回到最初。高高在上的帝君，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仙士而舍下3界苍生呢？900年前，你不就已经试过一次，知道答案了吗？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啊？我以前认为爱是2个人生生世世的厮守在一起，可如今我重活一遭。我不光学会了如何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我也明白了真正的爱是什么。真正的爱，便是成全对方，便是守护对方珍视的一切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颜淡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想救下帝君，我可以破例违规，现在便将帝君送回天界。他身份尊贵，万人护佑，定会平安无事。可你不一样，我已经失去过你1次，不能再失去你第2次了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他如今已经放弃了神仙的地位，不可能再跟你回到天庭上去了。你若强行带他走，定要与他激战。可他如今的身体状况，经不住这一战啊！放心吧，他会自愿和我回去的。姐姐，姐姐！他竟伤得如此严重，绝不能让他在7日时限内死了。待我谈谈，他还剩多少寿数。他竟有修罗图腾，难道他是我修罗族人？
是那天界仙子回来了，不能叫他看到这图腾。若错杀族人，罪责深重，此事重大，我还是先回天禀报吧。唐周，唐周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仙灵，你的仙衣破损，体弱晕厥，幸好刚刚有一位仙君下凡，他用仙力保住了你的仙灵。只是这位仙君说，你要尽快前往九重天，以仙气蔽体，方能保全性命。何处仙君？为何帮我？你的真身是帝君，无论你发生任何的困难，都会有神仙来助你帮你的。刚刚他们有人教我习得通天之路的方法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往九重天吧。来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里面是九重天的仙力，是刚刚那位仙君所赠。正是因为他，我才能够开这通天之路啊！你曾说天界所立，皆为伤心不愿回首，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回去？因为接星星。天上的众仙喜欢布施仙力，如同星雨起落。如果能够接到的话，我的灵力便会增长。我如此喜欢找靠山，此等好事怎么能错过呢？来，唐周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了，你快陪我回天上，陪我一起看星星吧。姐姐，我早猜到你不会容我这般做，只是百年修习，你的仙术在我之上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假意被你困住，再以你的法器破阵脱身。学的可真像，可惜你不是他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步伐神态与他不同。何况，他曾经将我送他的一池星河踏碎。真正的他，是不可能让我陪他去看星星的。但我任性了一次，陪他看过了一场。生途将近。那是我最好的回忆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跟你一样，心系于他，所以今天哪怕是两败俱伤，我也要把你带回天界。姐姐，唐周，别伤害我姐姐。颜淡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如果你执意要带他走，你可否让我留在这儿，再跟他说几句话？我跟他之间还有些恩怨未了。
抱歉，颜丹，我并不知你有姐姐，以为是傀儡叔所化，我这才贸然出见的。你认出来那是别人，不是我，为什么？心爱之人，不只用眼睛去看，还要用心。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有何凭证？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唯剩此剑，以正我心。好啊，那你这条命呢？颜丹，姐姐，你骗了我一次，我也得骗回来啊！你现在身上绑的是我的灵根，如果你一旦想要逃脱的话，就要切断它，那样我就会变回原形了。姐姐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吗？颜丹，你别冲动，你一旦做了，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